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8号，美元指数昨天是大跌，它是在整个周线里面有一个下降三角以往的历史经验，它是要往下跌的，所以就是利好比特币。那今天视频不然就来聊一下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继续涨，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在箱体震荡，主力在这个位置有目的，可能是要等待美国那边的利率决议，比如说当时底部15K 到18K 的这个区间，短线里面有一个波段的高点，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只加息50个基点，包括当时这个波段上去以后，只加息25个基点，波段高档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是不能追的，有可能压回来低点才是卖点。那现在这个位置主力到底在计划什么，或者是我们怎么利用空间，包括昨天晚上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以及下一周还有的一个 CPI 事件，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啊，一直在看空这个美元指数，虽然也是有朋友担心7月27号美国那边会不会再加息，不过很多老粉丝都知道，去年的时候美联储的利率加息到接近4%以后，我个人对很多经济事件就非常的看大，你尽量以技术形态为主，包括美元指数当时在这个114的高位，这个顶部的位置判断，有可能美元指数的顶部就是比特币的底部。当时这个114的高位，它就是2004年、2005年、2006年这两个低点连起来倾斜的压力线，08年、09年、15年、16年高位一直过不去，整个中长线现在美元指数就是一个大空头的走势。我的观点是这边有一个下降三角，那我们参考历史上下降三角的经验，大部分80%到90%它都会往下跌破这一个下降三角的下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周线里面，在2020年的10月份，这种下降三角它最终也是方向往下跌破。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元指数在2017年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下降三角，就是两个高点是在降低，然后低点基本上是维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历史经验下降三角是有很高的一个参考性。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7年初也是一个高点一个高点一个高点在降低，然后它一个低点一个低点一个低点4个低点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最终的方向如果是在空间的高位，最终的方向它也是代表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区间，一定要注意风险，整个中长线方向就是往下去看。所以目前的美元指数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如果比特币要大涨，我们尽量关注就是这个100的一个关卡，它在月线里面是美元指数在2020年4月份这两个上影线的高点位置，这个位置如果100美金跌破，有可能代表着下一次比特币有可能会继续开启一波疯狂的上涨，所以这个100美金也是关键的关键。我是相信主力可能也是在等待一个契机，是不是美国那边的利率决议，在下一次到底会不会再加息25个基点？市场整个预期也是有看到，现在是有接近90%的一个概率，有可能在7月27号，美国那边会加息25个基点。那我想跟大家讲啊，有时候利空不一定是利空，反而有可能是利好。比如说昨天晚上的这个美国那边的非农就业数据，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看似经济数据好像是有一点利空，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你要去思考一下，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它会降低美联储的加息压注，所以有可能也是一个利好。所以有时候一些数据是两面性的。然后在7月27号美联储加息之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下一周美国那边的 CPI， 到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我们要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可能达到预测值的 3.1， 也就是在7月12号下周三是关键的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美联储之前是有讲过，目标的一个通货膨胀是要压到2的下方，所以这个 3.1 我感觉是距离2是非常的接近。然后我现在要思考一下，因为前面几次比如说这个高点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也是有跟朋友讲，
有时候你要看空间，空间高档的位置利好不一定是利好，空间低档的位置利空不一定是利空。如果是空间低档的位置利好，有可能是真正的利好。就类似上一次比特币在 31K 跌到这个 25K 的低点，美联储不是停止加息嘛？所以这个低档的位置虽然盘中当时是有一根大跌，也是主力在使坏。你要看空间啊，它是在空间低档的位置，而且这边是有一个下降楔形，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这个位置有做对了多大？它就是在空间低档的位置，而且是出利好啊。那现在也是在猜测主力下一次会不会再使坏啊？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啊，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主力可能也是在等待。如果到时候再加25个基点有利空，我们要留意一下它整理到位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来到低档的位置，到时候可能利空不一定是利空。然后还有一手准备是这样子啊，如果到时候7月27号它不加息，还是维持 5.25 的一个利率，我的观点是要去看一下空间，如果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我的观点是那就不要做动作，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也是没有做动作，低点的位置去买嘛，包括这个趋势突破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你最迟应该是在这个位置都要做追加的动作。现在空间的位阶有可能还是在震荡，不然我的观点是我们等利率确定到底是不是有加息25个基点，到时候看空间啊，它如果还在这个空间就不要做动作。如果是空间在低档的位置，利空有可能是利好；如果是不加息呢，或者是它如果来到高位，到时候要去观察一下利好，可能不一定是利好。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技术形态啊，连续3天重心下移，现在已经是遇到多方抵抗。那这2根 K 线加起来，它是一个多方的插入线，就类似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就这2根 K 线有跟大家讲过，空方的插入线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就是它这根下跌上影线的位置。然后昨天这2根也是一个多方插入线啊，因为它这个实体是插入这一个下跌实体的一半。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去留意一下，也就是这个下影线低点的位置，你可以当做自己的一个防守位，或者是有听我建议，就是这个20 MA 附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单的点位，因为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聊了几天嘛，如果价格是在这一条红色的20 MA 上方，它只要没跌破，有压回20 MA 的位置，压回20 MA 的位置。就是这个 KD 指标它没有破50，就是短线的一些买点位置，你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啊，包括昨天的这个低点，它这个 KD 也是在50附近，或者就类似上一次在这个位置跟朋友们讲的交代的一个支撑位，你有做对，可以平掉一半，不一定要等到这种高位啊，盘中在这个收盘的位置都可以平掉一半。现在也是一样，你如果这个低点20 MA 的位置有做对，因为昨天是有讲到真正的一个防守位，你可以设在 29.5K， 有做对你可以平掉一半，然后留一半设成自己的一个成本，就是这样子来操作，有可能还是在整个箱体里面来震荡，并不好猜最近的一个短线的波动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